科学家拿自己的亲儿子做人体实验，他想打造出不死不灭的战士，一直在秘密研发超级血清。这想法听起来非常离谱，但在巨额资金的支撑下，他还真就把地球上拥有再生能力的动物全部研究了一遍，从各种再生细胞里提取基因，反复折腾了好多年，终于各种检测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药剂研发成功了。可当他把药剂注入猴子体内，猴子的基因根本匹配不了，甚至暴毙而亡。实验卡在了最后一步，大卫直接萌生了用人体实验的想法，但上司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认为这项实验太过于危险，还直接叫停了整个项目。可大卫已经痴迷这项研究，彻底拔不出来了。最后他竟然私自把血清打进了自己体内，好在当时没什么异常反应。直到几个月后，大卫彻底放弃了实验。可这天拥有生育障碍的妻子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几个月后，小班纳顺利出生，但大卫很快就发现儿子不对劲，这孩子一哭闹，他的身体就会泛起一些诡异的绿色，这让大卫越想越觉得可怕。于是他偷偷抽了孩子的血去化验，发现当年他注射的药剂成分竟然融入了儿子的基因里，而且还发生了严重的质变，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。大卫又怕又急，迫切想找到解药，但还没等他研究出什么，军方发现了他私自做人体实验的秘密。为了躲避即将面对的牢狱之灾，这人脑子一抽，想干掉小班纳来掩盖证据。争执中，他失手杀死了拦在前面的妻子。大卫被判了刑，入了狱，小班纳的童年就这么支离破碎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班纳长大了，在一家研究所当教授，还交了一个高颜值的女朋友小美。唯一的问题是，班纳一激动身体就会出现不良反应。谈了几年恋爱，两人一直没有打过扑克。而且小美还有个特殊的身份，她是当年叫停父亲项目的那个上司的女儿。这缘分简直比电视剧还狗血，只是班纳不知道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潜心研究数年的伽马射线，居然和他爹当年搞的是同一套，但他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却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最成功的实验体。直到这天，在一场伽马射线实验中，仪器突然出现故障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近在眼前，足以瞬间击穿人体的伽马射线即将外泄。班纳眼疾手快，及时推开同事。为了防止引发更大的灾难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用血肉之躯挡在了射线出口前。本以为要领盒饭，结果呢，伽马射线一通猛灌，倒把他身体里的浩克给激活了。事后检测结果更是离谱，那些足以杀死一切生物的射线对他毫发无伤，甚至还把他多年的老寒腿给治好了。小美觉得这事儿太反常了，心里很不踏实。当天晚上，班纳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他感觉有无数东西在他脑海里苏醒，还有一个绿色的怪物在他体内诞生。等他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消失了10几年的父亲正坐在他的病房里。大卫告诉他，他被伽马射线照了却没死，是因为他从出生起基因就被改变了，他跟别人生来就不一样。说完这些，大卫准备离开，临走时让他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不然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大卫走后，偷偷去了实验室，用伽马射线改造了3只恶犬。而班纳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父亲说的话。第二天，他抽了自己的血去做检测，结果看到了一幕让他震惊的画面，血液里出现了一种绿色的细胞，正在吞噬红细胞。不安感一下子涌了上来，父亲的话在耳边回响，童年的阴影也翻涌而出。他越想越控制不住情绪，越想越愤怒。突然，那些绿色细胞迅速扩散，充斥了他的全身。班纳意识到不妙，但已经晚了，身体开始快速膨胀变异，衣服被撑破，只剩一条无敌裤衩。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破体而出，浩克降临了。这时的浩克就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只想摧毁眼前的一切。他轻而易举地抬起几千吨的设备，砸穿墙壁，跳到楼顶，对着天空咆哮，宣告自己的降临，然后消失在黑夜中。第二天，小美来找班纳，看到他只穿了一条被撑烂的裤子，问起昨晚的事。班纳却表示什么也不记得，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。小美心里隐隐有了猜测。这时，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是罗斯将军带着人来了。班纳否认自己破坏了实验室，但他的工作证落在了那里。就凭这个，军方认定他有嫌疑，还是决定对他进行48小时监管。第二天，被关在家里的班纳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大卫直接表示想让班纳和他一起合作完善永生的实验，从而掌控人类。班纳拒绝了，觉得他是在痴心妄想。大卫也不急，告诉他自己派了3只变异的恶犬去找小美玩了。班纳瞬间炸毛，正要冲出去救女友，他的情敌先找上了门。这人也喜欢小美，一直看班纳不顺眼，今天就是来找茬的。他服过兵役，身体素质好得多，轻松就把班纳揍了一顿。他开始辱骂班纳的母亲，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。班纳的怒气值瞬间爆表，浩克的力量开始觉醒，他一甩手就把情敌掀飞了出去，身体开始膨胀变异，痛苦地完成了变身。
情敌被从屋子里扔了出来，在外看守的特工开枪射击，但对浩克毫无作用，反而让他更加愤怒。浩克一脚踢飞情敌，一脚把沙发踹出去，撞翻一个特工，再抓起情敌反手一丢，砸飞了另一个特工，随后快速离开了现场。此时在家画画的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剧烈的震动，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，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从树后探出头看着她，差点没把她吓死，但怪物没有伤害她。她仔细看了看那张脸，才认出这是自己的男朋友班纳。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树林里出现了3只凶神恶煞的变异恶犬，眼睛里冒着绿光，流着恶心的口水。浩克把小美轻轻放进车里，转身面对3只恶犬。这3只狗不好对付，都是被伽马射线加强过的。浩克抄起一棵大树当武器，跟他们打在了一起。有一只试图攻击小美，被他一棍子砸飞。浩克把战场转移到了树林里，虽然他力量很强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何况是3只满嘴獠牙的变异犬。他们从地下打到树上，又从树上打到地下，一时分不出胜负。这时又有一只狗去攻击小美，这回彻底激怒了班纳，他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，一拳锤爆了一只，另一只被随手一扔，摔成了肉泥。第3只咬住了他的肩膀，浩克的肌肉直接膨胀，把狗的下巴给撑裂了。看着小美害怕的眼神，班纳渐渐恢复了理智。这一战让浩克耗尽了力气，他低头看着水面倒映出的自己，怒火渐渐平息，身体也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他光着上半身走回女友身边，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。小美被吓得惊魂未定，犹豫了很久，她还是决定给父亲罗斯将军打电话求助。罗斯将军收到消息，立刻派出特种小队，他们用麻醉枪迷晕了班纳，把他运到了荒漠里的秘密基地。小美的初衷是想让父亲帮忙治好班纳，但她低估了军方的想法，这么强的浩克基因不拿来打造超级军团简直浪费，他们当然要好好研究一番。小美这才发现自己被利用了，但她已经拦不住了。为了破解浩克体内那无敌的血清之谜，军方不惜砸重金把实验室修到了地下几百米深，这么隐蔽，说白了就是自己也觉得这个研究计划不太地道。而这场实验的幕后大 boss 正是罗斯将军。讽刺的是，当年就是他叫停了班纳父亲的基因改造计划，如今倒好，自己玩的比谁都嗨。而面对女儿小美的追问，罗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，硬是把班纳的消息捂得严严实实。当班纳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隔离室里，军方发现只有他变成绿巨人的时候，血液才有研究价值。于是他们派来了班纳的情敌丧彪，给他的任务很简单，把班纳气炸，逼迫他变身。丧彪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，持续动用电击枪对班纳发起攻击。但班纳这次铁了心要控制住脾气，你打你的，我忍我的。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游戏里，没人会在乎实验对象的感受，不够强大的话，只会被当成移动的实验素材。之后，军方将班纳封入容器，试图用脑电波强行刺激他的大脑，逼迫他体内的基因完成自我转变。然而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波脑电波刺激意外唤醒了一段被班纳刻意埋葬的记忆，那是关于他母亲惨死的景象，是他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疤，更是他深埋心底绝不愿触碰的噩梦。愤怒如岩浆般在他血管中奔涌，身体开始疯狂膨胀，最终整间舱室被他硬生生撑得4分5裂。军方慌忙下令释放麻醉烟雾，结果浩克只是打了个喷嚏，他一脚踹穿墙壁冲了出去，结果工作人员早有准备，一大波强力泡沫糊了上来，浩克被糊了个结结实实。丧彪拿着针筒过来准备抽取血液样本，但他忘了一个致命原理，浩克越生气块头越大，高强度泡沫直接被撑爆，工作人员吓得抱头鼠窜。丧彪还不死心，居然想送浩克领盒饭，结果炮弹原路反弹，这位作死小能手直接把自己送走了。随后浩克冲破基地大门，在荒漠里开启高速狂奔模式，只见他助跳了几下，再纵身一跃就是108000里。他翻过高山，跨过小河，跑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回到了小时候住的地方。看着满是灰尘的房子，浩克满眼都是童年的残影。他想起了父亲当年被带走的那一幕。然而温情转瞬即逝，一发炮弹猛然砸入房屋，下一秒剧烈的爆炸裹挟着冲击波席卷而来，将他狠狠掀飞。爆炸碎片划破了他无坚不摧的皮肤，但伤口转瞬自愈。可紧接着无数流弹如暴雨般向他覆盖而来，浩克赶紧一跃，在空中开启踏空行走，直接无视地球引力。他跑到荒漠里，以为甩掉了追兵，结果炮弹又来了，没完没了的。浩克有点忍无可忍了。远处4辆坦克缓缓驶来，浩克决定给军方上一课。他迎着子弹冲上去，一个冲撞就把坦克掀翻了，抓住炮管转了几圈，顺手扔飞108000里。剩下的士兵差点当场吓傻。第2辆坦克被他徒手掀开了天灵盖，见前方坦克瞄准自己，他抬起坦克天灵盖当盾牌，紧接着他耍了一套乱披风锤法，
法，坦克当场报废，最后一辆的炮管被他徒手掰弯，炮手在驾驶室里瑟瑟发抖。就这样，浩克重获自由，在山间湖泊间快乐地跳来跳去，完全没发现自己身上被人装了定位芯片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几十架直升机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二话不说，直接开火。浩克一跃而起，把一架直升机硬生生拽到地上，一枚导弹飞过来，他单手接住，用牙咬掉弹头，轻轻一吐，对面那架直升机直接原地爆炸。他跳进山谷，罗斯将军下令对石林无差别轰炸，岩石塌下来把浩克埋了。罗斯心里清楚，这根本伤不了他，但飞机没油了，只能先回家。结果浩克转头就往城市跑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，他跳上跨海大桥躲低空直升机，低空的躲过去了，高空的战斗机来了，飞行员对着他一梭子子弹打下去，屁用没有，还差点撞上自己人的直升机。慌乱中，飞行员猛打方向，但速度太快，眼看就要撞上大桥。浩克眼见情况不妙，在飞机即将撞上桥体的那一刻，纵身跃上机尾，死死压住尾翼。一场灾难就这样被他硬生生拦了下来。可罗斯不仅没有半分感激，反而命令飞行员将战斗机直冲大气层外。他想利用高空坠落的方式把浩克活活摔成肉泥，高度已经逼近极限。浩克用头部撞击驾驶舱，试图提醒飞行员赶紧迫降，但对方依然严格执行命令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飞机攀升至6万英尺的极限高度，浩克终于支撑不住，陷入昏厥，从战机上坠落。急速下坠的过程中，他做了一个诡异的梦。镜中他看见了绿巨人，而绿巨人也正凝视着他。下一刻，绿巨人打碎镜面，把他拽入镜子里。紧接着，浩克坠入大海，消失不见。军方依然不肯放过他，战机朝他的坠落点投了2枚威力巨大的导弹，海面炸开了花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浩克已经从海底钻洞进了城。他撞破地面钻了出来，满脸写着“我很生气”，擦掉脸上的灰，继续生气。武装直升机又找上门了，浩克捡起石块准备砸过去，结果突然看到心爱的小美也在直升机上，一瞬间所有的愤怒像被浇了一盆冷水。浩克冷静了下来，大批警车赶到，全副武装的人员将他围得水泄不通。看到女友出现，他的身子开始缩水，那条神奇的大裤衩也跟着缩小，简直是开挂级弹性。很快，浩克变回班纳，又被军方带走了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拿他做实验，而是用高压电网将他层层封锁。只要班纳有任何异动，就启动高压电，把他电成烤班纳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浩克的父亲为了搞到点超能力，居然疯狂到往自己身体里猛灌伽马射线。一顿天旋地转之后，老头愣愣地发现自己血液变得跟果冻差不多，没多久，血液又缩回体内，伤口居然自己长好了。他手掌上还冒出了一堆让人起鸡皮的疙瘩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就在他跟仪器碰上的那一瞬间，手掌立马变了个样，跟着仪器变了同款属性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，老头当场乐开了花。正巧这时候看见保安朝这边走来，老头顿时冒出一个胆子不小的想法。他先是把手掌跟仪器融成了一体，紧接着脚板也化成了地板的一部分。保安察觉出不对劲，可已经晚了。自从出狱以后，老头就一直隐姓埋名过日子，偷偷盯着儿子班纳的一举一动。之前浩克碰上的那些变异狗也是大卫在背后操纵的，目的就是想试试浩克的实力到底几斤几两。浩克身上那股特殊基因其实就是从他这儿遗传的。既然班纳能被伽马射线激活体内的浩克基因，那他自己也一定能行。可没等他好好显摆心得的超能力，就被军方的人给盯上了。班纳被关进监狱没多久，又来了几辆车驶进基地，原来变异后的老头也被抓了。因为班纳和老头都已经被判了死刑，军方干脆安排他们见最后一面。此刻老头的内心早就扭曲得不成样子，他一个劲儿劝浩克跟他合伙统治世界。可不管他怎么说，班纳就是不动摇。他对眼前的父亲只有憎恨，觉得正是父亲把自己变成了人人害怕的怪物，他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。老头恼羞成怒之下，抓起旁边的高压电线直接咬了上去，结果出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。老头不但没被电死，反而摇身一变成了能掌控电力的电光人，甚至把整座城市所有的电都吸干了。在父亲的不断挑衅下，班纳又没忍住，直接变成浩克。父子俩的大战一触即发，伴随着一道闪电劈下，两人瞬间原地消失。在所有人一脸懵的表情中，他俩在闪电乱窜的云层里翻来滚去，打得昏天黑地。老头想在半空中把浩克的力量给吸走，浩克哪能惯着他，俩人在云层里你来我往，打得那叫一个激烈。最后在浩克拼死抵抗之下，他们一起重重摔到了地面，老头吸收的电力也很快就见了底。可等浩克以为老头已经凉了的时候，他猛地发现这老头居然跟土元素合为一体，变成了石头人。浩克立刻发起攻击，石头人举起石块想挡，直接被秒成渣。然
而就在浩克跟石头人扭打成一团的时候，浩克体内的能量开始悄悄被石头人吸走了。浩克一瞅不对劲，发了疯似的挣扎，他从石头人的钳制中挣脱出来，紧接着拖着石头人疯狂撞向山壁。在浩克一顿猛烈撞击之下，碎石渣崩了一地。可他发现石头人竟然正在自己修复。为了把这石头人彻底干掉，浩克趁对方还没完全恢复过来，使出吃奶的劲抱住那块巨石，直接给他卸了下来。随后拼尽全力把巨石扔进了湖里。可等他打算下去查看情况时，老头直接变成了水元素，跟整个湖水融为了一体。他把浩克拖进湖底，继续偷偷摸摸吸他的能量。浩克越生气，他吸走的能量反而越多，湖水因为能量流失一点点结成了冰。这时浩克回忆起童年那些悲惨经历，心里对老头的怒火彻底烧了起来，释放出无穷的伽马能量，要把所有的痛苦通通还给父亲。可老头这时候反倒有点后悔了，他根本扛不住这么猛的能量冲击，身体像气球一样不断鼓起来，眼瞅着就要被活活撑爆的时候，军方那边也赶来凑了一手，直接往湖面扔了一颗巨大的伽马炸弹。随着一声闷响传来，刺眼的绿光照亮了整片夜空。这场因为绿色引发的灾难也终于用绿色收了尾。而班纳自此之后就没了踪影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领了盒饭。可1年之后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却出现在了巴西热带雨林里。